本想猎杀一匹黑狼，结果步枪走火，反而弄伤了自己的右手。这里是1865年的美国俄勒冈州，此时南北战争已经打到尾声。北方联邦军占据优势，战争看似快要结束，但在边境荒原和雪山森林之间，秩序并没有真正到来。少女艾达守着一座北方军的前哨站，这里原本属于她的父亲爱德华。作为最后一名守战军官，父亲的职责是监控边境印第安人与北军逃兵，以及传递消息。但不幸的是，这位军官1个月前死于肺炎。如今随着战争接近尾声，这座前哨站早已经被军部彻底遗忘，因此父亲死后，这前哨站也没有被撤走。16岁的艾达留了下来，他不是士兵，也没有接到任何正式命令，选择留在这里是因为这是父亲最后待过的地方。因为冒失猎杀黑狼导致右手受伤，他从书籍上翻来处理伤口的办法，起身去地下室取钥匙，又一屁股摔在地上。导演用这些笨手笨脚的桥段来告诉我们，这女孩在失去父亲后才刚开始学着独立。幸运的是，这前哨站物资充沛，让她在一经感染就只能截肢的西部片里保住了右手。但很快她就会发现，这前哨站并非一座堡垒，除了被大雪困住的孤独外，还有贪婪伪善的各种亡命之徒。今天看一部26年上映的密室悬疑西部动作片《离群索金》。电影没有广袤无垠的西部大草原，也没有白人和原住民的恩怨情仇。导演把所有的致命杀机都压缩在了一座被暴雪封死的联邦军哨所里。一面是盒饭王肖恩宾饰演的伪善上校，带着一群无恶不作的亡命暴徒；另一面则是刚刚亲手埋葬了父亲的19岁孤女艾达。一场发生在边境哨所里的猫鼠游戏，谁是猎人，谁是猎物，不到子弹打光，鲜血流尽的那一刻，谁也别想活着看清答案。艾达原本的计划是写完父亲留下的日志后，骑马去往南边的加州投奔远房亲戚。他已经厌倦了终年不化的积雪，临走前准备再去湖边的墓地看望父亲一眼。在这里，他发现一个奇怪的老头在远处挖坑，似乎在埋着什么东西。本以为不会跟自己有什么交集，不想这天夜里，艾达听到房间外边有什么动静，出来一看，那老头竟然在偷吃东西。看到艾达后，他赶紧拿起枪，让他把灯灭掉。紧张的样子好像是担心有人会发现他在这里，不过他倒是没什么歹意。吃饱后，把艾达绑在椅子上，穿走了艾达父亲留下的大衣和靴子。临走前，听少女说这里只剩下自己，老头还替他松了绑，之后又在屋外云里雾里的交代了几句。 You don't sleep, so I don't either. 老头的话里明显是有人在追杀他，艾达也没往心里去，反正自己马上就要离开这里了。回屋里收拾老头换下的单薄外套时，似乎有什么东西掉了下来，拾起来一看，竟然是一枚1849年版的美国自由女神头像版金币。得益于美国加州淘金热的大量黄金涌入市场，这玩意儿的含金量高达90%，在1865年的购买力相当于如今咱们700-800块钱，放到现在也是收藏的热门品种，估价大约18万一枚。结合老头奇奇怪怪的样子，艾达一寻思就猜到他今天埋在湖边的肯定就是这东西，于是隔天大早就跑过去，用铲子将之挖了出来，满满当当的一大堆金币，同时还有一个小盒子，打开一看，全是镶了黄金的牙齿。看来那老头还是个掘墓者，也难怪看起来疯疯癫癫的。这下有了钱，艾达更加待不住了，在父母的遗像前道别后，心情大好的开启了自己的加州之旅，完全不知道这笔钱的背后是一具具血淋淋的尸体。夜晚他在湖边过夜时，听到远处枪声四起，隔天好奇的跑过去一看，果然发生过血战，现场有个女的还没死透。艾达不想见死不救，可眼下能救她的地方只有刚离开过的前哨站。看着地上的一袋子金币，他陷入沉思。而前哨站这边已经来了不速之客，4个北方军打扮的汉子来到了这里。为首的约翰率先走进屋里，从留下的日志上大致了解了这里的情况。艾达回来看到他们这身军装，没起丝毫疑心，因为前不久自己曾写信给军队，让他们派人过来接班。Colonel John Good, Cavalry Company G. Camp Watson. Oh my God, Brady Colonel, you received my letters. 约翰简单跟艾达寒暄了几句，或许是生怕说多了露出什么马脚，他借口让艾达去给他们煮点咖啡，将他支开了。艾达进到屋里，发现日志被率先动过了，转身时没留意到脚下一个装金币的袋子，将它踩进了地板夹缝里。而后又发现父亲留下的那杆步枪不见了，明明是收缴武器，约翰却说是武器坏掉了，要让手下威尔修一下。艾达没说什么，因为那杆步枪确实经常走火。转头看过去，却发现威尔往房梁上吊了一根绳子。原来他们这会要准备处置一个罪犯，此人艾达认识，就是前天晚上穿走父亲大衣的掘墓老头。约翰当着艾达的面残暴地审问老头，说是老头偷走了属于自己的东西。艾达心里一惊，笃定他们就是来找那堆金币的。不过一番折磨后，留了老头一命。当着艾达审问不过是为了吓唬他，看他是否知道些什么。艾达虽然没露什么马脚，却也着实被吓得不轻。
约翰几人带着老头去野外，想逼问他把金币藏在哪里，可东西已经被艾达挖走了。老头就是想老实交代，也取不出来。果然，留在哨所的艾达只听见一声枪响，那老头终究还是让打死了。他赶紧骑马赶过去，表面上是从老头身上取走父亲的衣服鞋子，实则是想确认几人有没有从老头交代的地点看出什么端倪。夜晚被艾达救下的那个女人醒了过来。I want to introduce yourself to Miss Horn and bring that salt pork to the supper table. 显然他跟约翰等人认识，且对于艾达的救命之恩，他似乎没有丁点感激之情。吃饭时得知艾达已经准备离开这里，约翰开口将他留了下来，说他们几人要在这林子里处理点事情，但不太熟悉地形，想让艾达留下来帮忙。艾达不好拒绝，强颜欢笑地答应下来。隔天大早，众人骑上马要去森林里转转。约翰说手下威尔因为喝醉酒不能同行，但实际上是他将此人留下来，确保前哨站这边不会再出什么岔子。路过湖边时，约翰看着2个十字架，向艾达问起这是否就是他双亲的坟墓。艾达说自己给父亲做的十字架不如他替母亲做得好。约翰笑了一下，殊不知艾达前天自己来看的时候，这里只有一个十字架。约翰等人借口要熟悉周边树林，其实就是想知道那老头会将金币埋在哪里。队伍里有个印第安人的中士，通常负责勘察地形。艾达拿着他手绘的地图，说画得一塌糊涂。约翰看着手下吃瘪，倒也没生气，反而认可了艾达的价值。之后，艾达说要去处理家里那头老母猪，因为是父亲留下的，颇有些感情。他不希望有任何人在场，说完便自行回去了。而此时前哨站这边，威尔找上艾米丽。原来艾米丽在他们这行人中地位低下，是被抓来当作泄欲的工具。约翰原本已经让威尔杀了他，但威尔心软，只是打死了他的马，又将他扔去湖里，自生自灭。也难怪他不感激艾达救了自己，因为这事又把他送回贼窝里来了。反正这会儿终归又是入伙了，威尔决定继续再利用下这姑娘。这时艾达回来了，上了个茅房后，他听到远处房子传来动静。因为一直跟着父亲在这偏远地方长大，他没接触过其他男性，更没有受过什么性教育。开门以为威尔在欺负艾米丽，上前就一把将她推了下去。You need to join in and get the fuck out. I said no! 威尔被彻底惹恼了，拽着头发将艾达拖了出去。艾米丽知道这小子脾气暴躁，赶紧回身翻东西。威尔开门后，重重地将艾达扔在地上，摔得七荤八素。想回屋时，却被艾米丽把门给锁了。这下是真坏了兴致，回去仓库那边摸枪，打算一不做二不休。而熟悉房子的艾达则通过后门进到了屋子里。等威尔回来时，只能气得破口大骂。艾米丽看到艾达进来，也没好气。她知道威尔这种人脑子里就没有发育过良知这种东西，嘴上说杀人，那就一定会杀人的。而艾达虽然没从老爹那儿学到其他别的，唯独勇气这种东西继承了七七八八。听到威尔还在外面叫嚣，他摸了只左轮就走了出去。而威尔脑子里确实也没有太多东西，往房子里打了一枪后，开始用脚踹门，结果一个不留神把脚卡在木门里了。艾达一看，这机会不就来了？看了一眼艾米丽后，咬牙瞄准，然后眼睛一闭，干他丫的！威尔疼得哇哇直叫，胡乱把枪里子弹打光后，脚也终于拽了出去。艾达等了一会儿，听见没了枪声，开门看见威尔在地上爬，竟然还有点小窃喜。举枪准备上去处决他时，或许是想起约翰等人，最终又收回了枪。这时肾上腺素褪去后，他感觉一阵头晕，原来开头那下摔的也着实不轻。迷糊中，约翰几人也回来了，他也是有点头大，自己才出去一会就发生了这么多事，把艾米丽叫去旁边审问。不过却是没问关于威尔的事情，而是问那个掘墓老头的，因为老头在被他们抓住前曾碰上过艾米丽，还好心将她从湖里捞了上来。约翰问艾米丽当时是否有看到老头身上带着钱袋子，艾米丽回答说有，这是她在撒谎，因为当时老头早就已经将金币埋好了。约翰问完又跑去看了威尔，他那只脚已经要不得了。印第安人查理正准备帮他截肢，威尔哭天喊地让约翰现在就去打死艾达，并将尸体拖到自己面前解气。但对于约翰来说，一个瘸子如今远比不上熟知地形的艾达有用。同时他也猜出艾米丽在跟他撒谎，而此时艾达正被八脸雷德看管着，他也懒得装了，开始试着拆穿这些人。 What regiment did you say you're from again? 在雷德被问的不知道怎么回答时，约翰过来叫走了艾达，拿着一堆枪将他带到山上，准备猎杀那头一直想吃他们家猪的黑狼，还悉心地教艾达如何射击。这么做的原因是因为约翰隐隐感觉艾达是知晓那些金币在哪里，他希望通过示好来让艾达主动坦白。为此还特意送了支雷明顿给他，说他前往加州的路上肯定用得着。夜晚，艾米丽去仓库照看威尔时，看着他旁边一把沾血的匕首，陷入了回忆。他全家被这伙人抢劫杀害。艾达今天为自己奋不顾身的样子，令他想起了妹妹。于是他取走了匕首，并来到野外，将上面的血涂抹在艾达的白裙子上。
隔天找到约翰等人，说艾达这个蠢丫头连月事都不会处理，自己要单独跟她谈谈，交代这方面的事情。约翰没多想，同意了，并让手下不要干预。艾米丽借着难得的独处时间，向艾达讲述了自己被迫跟随这些禽兽的原因，同时还坦白自己知道艾达取走了黄金的事情，因为掘墓老头将他从湖里捞上来时，曾告诉他金币埋在什么地方，可等他去看的时候，却发现被人取走了。之后两人决定结成同盟，今晚对这几人痛下杀手。而这时候在外面负责修门的雷德不小心砸到了手，骂骂咧咧地拾起钉子时，他发现了地板缝里的那只金币袋子。得到信息的约翰也重新审视艾达，他又拿出那本日志仔细看了起来，同时借口雷德要看看那只雷明顿左轮，把自己给艾达的枪又收缴了回去。但直到这里，他都还在假装着维持明面上的平和，因为如果艾达死不松口，那他这辈子都不会找到金币。直到他从日志里看到艾达的母亲在多年前因为生艾达而难产死于加州，他猛地回头看向墙上的照片，上面的肖像确实是非常年轻。再联想到湖边的2个十字架，约翰已经猜到金币放在什么地方了。晚饭时，他又故意让艾达带大伙做餐前祷告，这次却死死抓着艾达的手，然后忽然发难。大骂一顿后，他将艾达母亲的相片砸在地上，准备现在就带人去将那些金币挖回来。在仓库给威尔喂饭的艾米丽听到动静，知道约翰已经知晓了事情，仓皇去给艾达求情，结果反倒因为撒谎的事被臭骂了一顿，还威胁说等找到金币后再跟他算账。几人拖着艾达前往湖边，在墓地里将艾达埋在这的金币挖了出来。约翰越想越气，用艾达父亲的十字架将他打晕了过去。再次醒来，艾达已经回到哨所，因为艾米丽跑过去苦苦求情，他才没有死在湖边。但约翰并没打算放过他，准备将艾达凌辱了扔在这哨所里，痛苦地过完一生。而此时艾米丽已经开始复仇行动，她故意喝着酒从雷德面前走过，果然引起他注意，抢走了酒。但艾米丽却走出一段路后将酒抠吐在地上，刚才那瓶酒里她下了药。雷德刚喝没几口就开始走路踉跄，而这时的艾米丽已经在对威尔下手了，手上一把匕首，跟当初威尔捅他时候的那样，又快又狠。之后出来抬起步枪对着房子这边就打。约翰被一枪打掉了耳朵，情急中赶紧跑到一边放倒桌子当掩体。艾达则趁着这功夫跑进卧室，从床底下翻了杆单发猎枪出来。外边的艾米丽跟雷德两人又打了一轮后跑进了林子里。约翰3人在屋里碰头，对付2个女人他们有十足的把握，决定由印第安人查理负责解决屋里的艾达，约翰和雷德则揽下外边的艾米丽。不多时，夜幕降临，约翰在夜色的掩护下走出屋外，雷德去仓库取走弹药和枪支，查理则端着左轮闯进了艾达房里，却发现这小姑娘早就跳窗逃跑了。他顺着窗户也来到外面，猜测艾米丽躲在茅房里，果然听到咳嗽的声音，当即举起枪3发子弹招呼进去，可打开门里面却空空如也。原来艾达躲在粪坑下面，仅有的1发子弹早已恭候多时。忍着恶臭从茅房爬出来，艾达捡走了查理的手枪，又通过窗户潜伏回了房子里面，但动静却引起了约翰的注意，所幸接连几枪都没能击中艾达，只是把他吓得又躲回了卧室里。约翰发现了查理的尸体，这下更加生气了。这时雷德也刚从仓库回来，递弹药给约翰的时候不小心掉了一颗。约翰如今非常生气，决定自己去干掉房子里的艾达，让雷德在外面守着艾米丽，却不知道艾米丽架着枪早就瞄了他老半天了。放倒雷德后，艾米丽原本准备上去补枪，这时林子里却跑了2匹狼过来。为了躲避，她决定从后门跑进房子里，而屋里的约翰已经准备对艾达下手了。但他刚靠近房门，艾达就接连2枪，可姜终归还是老的辣，这老匹夫仗着子弹多，准备直接穿墙射击。约翰以为艾达已经死了，半场开香槟，笑得正欢。艾达却起身打出了最后1颗子弹。不得不说，这小姑娘是真的有点阴。击倒约翰后才放声哼哼起来，而且毫不犹豫就要上去补枪。但可惜的是，3发子弹都已经打光了，只能无奈地起身往外边走去。这让约翰又有了反杀的可能。爬到外面的艾达捡到了那颗掉在地上的子弹，但还来不及装填好，约翰就已经来到身后了。打了艾达1枪后，约翰自己也快不行了，但他还来不及庆幸，就被艾米丽用枪抵住了脑袋。盒饭王这一次依然没能活到最后，外边的艾达血条深厚，艾米丽上前查看，发现他并没有致命伤，
转过头去收拾金币，准备一起离开这里。但这时一直骚扰艾达的那匹黑狼走过来了，艾达如临大敌，结果黑狼却只是看了他一眼，转而去屋里啃食约翰的尸体去了。这个桥段的意思是想表明艾达获得了野性法则的承认。故事最后，两个女的带着金币离开了这里。影片在摄影和氛围方面可圈可点，女主角是星际穿越里的小墨菲，对上肖恩宾这位老戏骨完全不虚。但电影在剧情上有些潦草，经不起太细的推敲。最大的看点是女主艾达的成长线，从一个枪都开不好的笨小孩到最终反杀后带着钱离开。她没有一夜之间变成战神，只是每天都比前一天强硬一点，成功笑到了最后。也讲透了一个简单的道理，人不是一下子变强的，是摔了无数次跟头之后发现没人扶你，自己爬起来的。